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国科会核心计算中心的训练推广活动啊。Welcome everyone to the NSTC Core Training event. We hav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so usually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in Mandarin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but the materials and also the Q&A could be in English.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just approach to all our colleagues in the same teacher as I have 那今天我们也很荣幸能够跟 AMD 合作，那请 AMD 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比较新的 CPU、GPU 的产品，还有这个 AI 的整合的训练。那我们是 AAGC 的团队，那每一年我们规划了4次这样的教育训练。那我们除了这个国科会核心科学计算中心以外，我们在中研院也是中研院的核心设施。那我们同样的都是提供科学计算服务。那我们讲的科学计算，就是说，只要是为了教育研究用途的所有的计算或是大数据的处理，甚至包含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发展，都是我们科学计算的范围。那我们都非常乐意跟每一位老师跟研究团队合作。那让你们能够很有效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完成你们所需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事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推广活动的意义。那今天的议程就是我刚刚提的，在 Coffee Break 之前，除了我简单的介绍以外，接下来就是 AMD 的介绍。然后Coffee Break 回来以后，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包含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计算服务，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这些资料服务。甚至可以有机会可以做一些这个线上的训练。那接下来就是讨论。那通常我们半天的这个安排的话，大概是这样。那简单讲，国科会给我们这个任务，每一年有一些经费，我们可以采购一些新的硬体。那我们的规划是预计5年，我们可以维持达到大概1万个 CPU core。再加上几百片的 GPU 然后15个 petabyte 这样 storage 这样的一个规模，一个中等的科学计算服务的规模。那这个计划是从3年前开始，今年刚好第3年，到5月底就是第3年结束。那国科会自然处也支持接下来的3年，那应该很快还是由我们团队会从大概预计6月1号开始会接下来下一期的计划。那如果能够顺利的得到国科会的支持的话，那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规划。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将近7000个 CPU core， 还有过去3年以前，我们累积了一些GPU 的资源，待会我会说明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提供服务。所以好处就是说，从3年以前，我们开始有新的CPU 的资源。那 GPU 的资源的话，我们一向的理念想法是说，我们尽量每1-2年我们能够导入新的架构的 GPU， 我们能够让这个研究团队能够尽早熟悉这些新的架构，它有什么特性啊？我怎么样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特性啊？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虽然数量不多啊，但是逐渐累积起来，其实它的实用性应该是可以比较大的。这是我们的完全的想法。那当然，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全年无休。那我们的机房就在物理所，大家刚刚可以看到这栋建筑物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停车场的地下室，停车场多大，我们的机房的范围就是多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了。那我们在地面上面有一些空调的室外机或者发电机啊，那这些资源来 support 我们做这个全年无休的服务。那简单讲，我们所有的服务就是根据 user 的需求，user 需要什么，我们就 build up 什么样的 service 啊，用这种方式，以合作的方式，所以我们跟研究团队跟老师们合作，去了解老师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些service， 要怎么样可以有效的把这个 workflow 能够整合在我们的资源上面。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系统环境里面能够有效的发挥你们的科学计算的效能？
这个是我们在执行上面最主要的一些功能。最后一个是说，其实当初国科会的规划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跟现在高速电脑中心能够合作，他们是很大规模的。那将来就是有一个试验，就是说有一些其他中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科学计算中心，能够更有效的提供国内这个科学计算的服务。所以我们一方面提供服务，我们一方面也是跟NCHC 高速电脑中心有很紧密的在讨论，包含说希望下一步是说，我们只要用同样的账号就可以 access 两边的资源，同样是让国内的这些科学计算的服务的需求能够更方便的使用，不管这个使用的资源在哪里，是由哪一个单位来提供合作。所以我们网格中心其实20年以前就开始参加这个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大强子对撞机的服务，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跟国内的这些大数据分析需求的研究团队开始在合作，一起参加国际合作。那所以20年下来，我们就是同时我们也尽量派工程师到 CERN 去参加他们的科学技术的研发的一些计划。那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这样的合作其实它的这些技术都是 open source 的。那我们派人去可以把这些核心技术学回来，根据我们在国内的需求，我们再提供给大家服务。所以后来我们就逐渐扩展到其他高能物理的实验，再扩展到其他物理以外的其他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啊。这就是我们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在中研院里面，特别是跟这个生物相关的研究的所，我们过去最近10年有比较多的一些合作，所以我们这个资源的使用其实它的多样性是蛮多的。那同样的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团队有不同的需求，根据这些需求，我们就会创建一些新的服务。那这些服务我们就会开放给所有的 user。所以累积下来，就是我们的新的需求、新的服务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提供这个科学计算服务，它的稳定性跟效能，这个是我们最基本要做的目标。我们希望全年无休，就是1年365天都非常稳定。那跟研究团队的合作，最主要就是老师们的创意很多。那因为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合作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进步。另外一个是说软硬体的技术不断进步，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我们跟国际的团队或者跟这个厂商合作，提供新的服务。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训练，我们希望让有需求的研究团队都能够很方便的使用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提供大家可以怎么样用。第二个是说等到用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帮助每一个研究团队能够充分发挥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软硬体的效能这个是我们在执行这个计划提供服务的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透过这样的互动，老师们也能够享受到这些设备的好处，就是说你在做科学计算解决科学问题的时候，效能可以提升。对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来讲，我们的技术、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的能量也可以提升。那这边是简单 summarize，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使用者能够使用到的设备。我说过去3年，我们每一年都花了不少经费，在购置新的 CPU cluster 最上面。大部分都是 AMD 的资源主要的因为性价比的关系所以现在累计已经超过将近6000个 CPU core。那我们第1年的时候，因为为了方便老师们能够几乎无缝的能够在我们这边使用，所以我们还是采购了一些 Intel 的 GPU。之后我们就是以 GPU 为主那我们希望，比如说今年年底之前，我们还可以再采购一批那明年再采购一批，所以就是5年能够
能够到有10000个 CPU core 啊，都是最新的，都是不到5岁的啊。那它数量规格都在这边。那中间的这个 table 就是 GPU。我刚刚讲，就比如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引进啊，就像1080啊，1080已经淘汰了，已经不在这个表里面了啊。所以比这个2017年更早，我们就引进了一些1080的 GPU 啊。那后来各种不同的架构啊。那最新的是去年底开始，我们引进了 Blackwell， 但是不是最高阶的啊，有一些 RTX 的6000，现在有32片这样的一个 GPU。所以我们有不同的 user 用不同的方式在使用这些资源。那另外一个是说，院内的需求其实都有很大量的 data， 所以在全台湾大概我们这个 storage 的规模是最大的，为了符合的 user 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12个 petabyte 的 disk storage。那2年以前我们也开始重新导入这个 tape library system， 啊，就说有一些比较少用的 data， 啊，或者说比较长期要保存大量的数据，其实在 tape 上面其实是最方便的。这是我们提供的资源。那当然我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啊。那国科会跟中研院都希望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使用者付费。那希望大家能够更有效的利用我们所有这些资源了。那但是，所以我们的价格其实非常便宜。比如说100个 CPU core， 你用1年，就跟你买一台笔电的经费差不多，不用51000块。以我们的定价，我们现在的那 storage 的话，1个 TB 1年要1000块钱，而且你是很方便的可以 scale。啊，你可以申请更多，它的单位是这样。那 GPU 的话，就是科学计算效能最好的是 A100，A100 使用1年的话，大概不到45000块。啊，就我们简单讲，就是透过这样很方便的使用，让老师们在用的时候没有压力，能够尽量的发挥你的创意，能够提升这个科学计算的效能。那最终是希望。这是我们的架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讲就是说，不管你用透过什么样的模式，我们现在提供2种，一个是 SLAM 用传统的这个 batch mode， 你可以 submit 到我们的这个不同的 Q 里面，使用 CPU 或者 GPU 做任何类型的应用。另外一个是我们提供 web based 的界面，比如说使用像 Jupyter Lab 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那你可以，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就是安装你们所需要的软体，把整个 workflow 建起来。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都可以使用到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然后所有这些 storage 我们是透过这个 SAFE 的 file system， 一个大的分散式的这个档案系统，一个大的 pool 来 support 不同的应用。那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不同的服务有新的需求，我们就会增加这个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那这个是 detail， 就是 SAFE file system 的 detail。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不讲啊。最简单讲，就说我们一起合作帮忙，让你们的这个整个科学计算的流程能够在我们的硬体这个资源里面能够最好的效能，帮忙去 optimize 你们的这整个 workflow。从应用环境这些软体环境或是使用的流程的整合，一直到 optimize。当然，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些需求需要 customization， 我们都非常欢迎能够一起讨论的。那我刚刚讲 Web 环境，这种就是传统的这个Cloud Service 里面讲的，就是Software as Service。那我这边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每一个 icon， 每一个图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使用的一些科学计算的软体环境啊。那包含有不同的像分子动力学啊、AI 啊，甚至这种BioEM 的这个Bioimage 的 data 分析，各式各类。
这个都是因为 user 提供我们才建起来的。那现在已经有超过70个，那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有哪一些 service。那它底下有一个颜色的标，就代表说现在它的 resource 的使用状况啊。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 user 使用起来很方便。那这些 detail 怎么样用？待会我们会有同仁会有更仔细的介绍啊。所以这几年下来，其实这个累积的很快，因为大家的需求都不一样啊。那同样的就是说，有新的需求进来，就会有多一个新的 icon。那所有这些 service 都是对大家开放的，就等于说又多了一个新的服务，大家可以用。这逐渐累积下来，它的能量啊，这个 service 的能量就很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跟研究团队的是用合作的模式，而且这个合作是非常弹性的啊，所以你可以就直接就 submit job 来使用这些资源。那到时候我们每个月会把这个使用记录还有这个费用寄给老师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讲的 pay as you go。你什么都不用讲，你知道怎么用，你的 job 就是测试完以后你就可以 run， 你就 submit 进来，或者你直接透过 web 来使用。那第二种是有些所他自己有经费买一些硬体资源，那他一样放在我们这里，跟我们谈好合作模式啊。所以这个是 collocation 啊这边讲。另外一个是说，那假设有一些所或是有一些团队，他自己开发了一些软体工具，他觉得也可以开放给全院或者全台湾使用，那可以把这个软体就安装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跟资讯所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啊，做这个研究资料管理的系统。那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啊。那其他就是说，其他就是老师们的创意了。就如果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没有办法满足研究团队的需求，那有其他新的需要，那我们都可以讨论。那当然 AI 也是最近需求最多的。那这个部分因为牵涉到很多 domain knowledge， 那一开始我们提供的是，比如说提供所需要的这些软体环境，不管是 PyTorch 啊，或是 Software Library， 或是你们要发展的一些所需要的这个软体环境，像 CUDA 这些。那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跟研究团队合作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假设老师们已经有开发了 AI 的 model， 他可以在这边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们这边 resource 因为有限，他必须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做更大规模的开发，或者是说做其他的应用。我们可以帮忙做 containerization， 等于 package 好，然后可以 portability， 可以比如说搬到国网中心去 run， 搬到更大的资源中心去 run。再来一个是说，假设在这样的开发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 model， 那像这种 model 的 management 啊，有些 tool， 像 NVIDIA 的这个 Triton 啊，或者 MFlow 啊，像这些，我们就慢慢就是累积一些这样的工具，跟老师们合作啊，看这样的需求有什么啊。简单讲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很好的测试验证的环境啊。那如果开发完了以后可以做 production 比较更大规模的使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讨论看是不是在这边用怎么样的方式做。所以以我们现在的资源，我们大概可以提供大概1000个 CPU core 左右的平行计算的环境。但是 GPU 的话，因为一个 server 现在最多就是8片啊。那同样的类型，比如说RTX 6000，我们现在有2台，每一台8片，总共有16片啊。那你同时要用的话，你可能最多就是申请到一个 server 8片，或是去 request 2个 server 16片。那你 request 的 resource 越多，你可能就要等的时间越长，因为有些 resource 可能有人在用，你必须要等它的 job 跑完，你才能够拿得到 resource。就简单讲，我们现在提供的是这个科学计算服务，就是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同时配合使用的需求，我们提供这个 application 的 platform， 还有一些我们建制好的 service。那我们透过跟 user community 的合作，那整个模式就是我刚刚提的啊。老师们的创意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这个不断进步提升的一个动力啊。
那我们就是寻找一些软硬体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整合跟老师们的这些新的需求能够互相结合，所以可以一起提升。那当然，我们办这些训练推广也是另外一个这个 capacity building 的一个方式啊。那今天这种模式就是说，我们就介绍我们的 service。那以前我们也跟 NVIDIA 合作过，因为我们希望推广这个 GPU 的应用。那像今天我们是跟 AMD 来合作，因为我们有很多 AMD 的资源，我们希望帮助老师们能够有效利用 AMD 的这个资源在我们这里啊。那 AMD 当然自己也有 GPU， 那待会就有 AMD 的工程师他会给我们介绍他们他们设计的理念，还有现在技术的发展。那同样的，我们之前也办过一些活动，就是说，我们请老师们来介绍他们应用我们的提供的资源跟服务，对他们科学研究的帮助，或是他们有些老师已经在用 AI 在帮忙他们做资料分析，他们是怎么做的，得到怎么样的效果，就请老师们、请研究团队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跟新的 user 一起互动。另外一种模式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也跟台大物理系合作过，那台大物理系的老师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的团队，帮助他们系上能够了解怎么样有效利用这边的资源，可以帮忙做这个高能物理的大数据分析啊。像这种合作模式，就是我一再提的，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非常弹性的，我们很乐意配合研究团队的需求。从服务一直到这些应用的推广啊，那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办，比如说每一年我们会办一整个礼拜的 conference 国际研讨会啊，就是把这些国际专家他们在做科学计算的这些资源啊，或是他们这些研究团队不同的领域的研究计划，把他们带进来，介绍分享他们的成果。那当然也希望帮忙国际团队能够跟他们建立互动的关系，说不定将来有合作的机会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跟 user 可以互动的机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就是每个礼拜就是今天下午2点半，我们会有一个 user meeting， 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参加，你可以线上参加啊。那有问题在那边都可以问，或者有什么新的需求。那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的话呢，我们会安排同仁再另外去拜访。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5分钟、10分钟就结束。那我们团队同时会报告，因为是每个礼拜举行，过去1个礼拜我们资源使用的状况，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提供的服务的情形。那这个 user meeting 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内部的会议。所以我刚刚讲就是。只要我们这个计划还继续执行，原则上我们就是每一年会办4次的教育训练。那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除了在中医院以外，也会到不同的学校，到北中南各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学校研究团队能够知道我们的服务。那怎么样使用呢？当然，我刚刚讲，我们每个月会寄这个使用统计，会寄这个费用的报表给老师啊，就说。费用是老师出啊，那老师怎么付，怎么决定谁可以用什么，那个我们完全尊重老师。所以怎么使用呢？我们就必须要请老师先申请一个 PI 的 group， 一个 group account。那等于建立一个 group 以后，那这个老师团队的其他成员就可以去申请 member account 啊。所以我们每个月寄给老师的资料就是包含所有的这个 group 里面所有的 member account 的使用状况啊，不管是 CPU、GPU、Storage 的使用量，老师都会知道啊，费用多少。那所以我们有一个 Web 的界面，可以很方便的让老师还有每一个使用者申请。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工具，让老师们能够了解这个整个 group 的使用状况，还有管理它的使用量。那如果有异常，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哦。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服务，让有科学计算需求的这个团队或是老师们，可以更专心的在科学
科学研究的部分。那至于这些计算资源的这些管理啊，甚至软体环境的维护啊，这个就由我们来帮忙就可以了。简单讲是用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根据过去3年来的经验，我们觉得现在的 model 还是可以持续成长的啊。那重点是说，我们需要多跟研究团队们互动。那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有2个不同的核心设施，各有各的网页，这样其实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因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使用的资源也是一样的啊。那更重要的是说，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随时透过这个 email account 跟我们的团队联络啊。那我们都会有专人很频繁的去看啊，是不是有什么 user 的需求，然后提供及时的反应。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那coffee break 以后，我们会有同仁在 detail 的介绍这些服务的使用状况。那按照今天的 program 的话，那接下来我就请这个 AMD 的团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重头戏啊。所以先请AMD 的Miki。谢谢。应该是第3个吗？OK。大家好，我是 AMD 技术顾问，我叫 Miki 哈。那今天首先非常感谢物理所、贵所这边邀请 AMD 来参与这个议程。好，那前面我会先 overall 介绍一下 AMD 的产品，那大概 update 一下 CPU， 那也会 overall 介绍一下 GPU 的相关的 AI 应用场景，然后use case 以及成功案例。那当然，最后我会 hand over， 同样给另外一位技术顾问叫 Simon， 那他这边会 overall 介绍一下现在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夯的议题，就是 AI PC 以及 NPU 的一些相关的应用场景的使用。那首先这一页是 AMD 针对 AI 的整个product portfolio 那各位都知道 AI 的演进是非常的迅速。而未来的 AI 也不会被单一模型或单一部署方式主导，或是有不同的模型搭配不同的应用情境，在本地、边缘、云端共同演进、共同发展。所以关键来了，不同的工作负载都需要对的运算装置来完成对的任务，而这正是 AMD 的一个强项。AMD 针对 AI 提供全方位全系列的产品组合。从左到右分别为 CPU、GPU、DPU 网路卡以及 FPGA 自适应的 SoC 加速卡。AMD 提供的是一个由端到端的 AI 解决方案，这样的广度以及深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不论 AI 在额数运行、本地、边缘、云端，或者是需要不同的 AI 算力，包含小型、中型、大型。AMD 都有最合适的一个产品组合。好，那接下来我这边会把角度先切换到 CPU， 就是一台伺服器的一个运算核心。那这部分跟 AI 有什么关联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算是这几个月来我们有提到业界一直提到的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 AI Engine。AI 你可以把相关的事务交给 AI 代理。请代理帮你执行一些事务。那也由于AI Engine 的这个议题的一个兴起，所以业界我们也在讨论到以往在AI 的一个应用，可能会是 CPU 1 GPU 8的一个配置。但是由于未来AI Engine 的这个议题的兴起，那AI Engine 基本上都是靠 CPU 这个算力。所以有可能 CPU 的这个运算比例会是 CPU 跟 GPU 是各为1:1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也意味着 AI 在未来 CPU 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关键那相信以 CPU 也就是 AMD EPYC 的 CPU 贵所这边其实非常熟悉所以我就是快速的跟各位 update 一下从这页图中您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AMD 相较于以往已经非常不一样了。那一直到今年的这个Q2， 我们 AMD相较于Intel 我们的这个 Revenue Share 已经冲高来到了 46.2%。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AMD 一直致力于投入领先的技术
在我们的产品上。再加上从2019年开始，也就是第2代的这个罗马处理器开始，AMD 全面导入这个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那也因为护国神山的加持下，AMD 展现出领先的这个产品蓝图、硬体性能、每瓦效能以及 TCO。而经过了5个世代的演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5代，也就是 Turing 的这个处理器。AMD 提供的是一个高效节能降低相关建制成本，以及提供最佳性价比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其实在各个大型的资料中心、电子业、高科技制造包含金融、电信，或者是诸多的政府科研单位，其实已经有蛮多企业用户已经导入 AMD 的 EPYC CPU 在相关的这个 data center 一个建制上。所以这也是主要也是因为 AMD 的 CPU 可以 deliver 更好的一个 CP 值还有 performance， 所以这也是 AMD 的一个市占可以一直往上冲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当然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也是 AMD 跟 HPE 这边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portfolio 不管是一般的 compute node， 或者是这个 high density 的 CPU node， 那甚至是搭配 AI 运算的这个使用模组，那甚至 Story 模组 ，AMD 跟 HPE 这边都有完整的 portfolio 提供给柜所以及企业用户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到适合以及 CP 值更好的 AMD 的 product。那接下来我会把角度切换到AI 在 AMD GPU 上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那提到AMD 的 GPU， 相信有蛮多人会对于 AMD 的 GPU 在软体部分的 support 有一些疑问会觉得说，假设我原本是在 NV CUDA 上面 run 的这些模型，那转移到 AMD 的 GPU 上面会不会是需要这些 coding 的改写，或者是转移上会不会有许多的 error 好，针对这一部分其实您可以不用担心。相较于 NVIDIA 的 CUDA，AMD 在软体部分也有提供一套非常完整的 software stack， 我们称为 ROCm， 等于是 AMD 的 GPU 透过 ROCm 驱动 AMD 的 GPU 做相关的运算，不管是 HPC 或者是 AI， 你要拿来做模型训练、模型微调，或者是推理推论都非常适合。那相较于 NVIDIA 的 CUDA，AMD 的 ROCm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走向开源。那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的这些即时生成的 LLM 模型，for example 像 DeepSeek 啊、Gemma 啊，或者是千问Microsoft 的 Phi 等等这些 LLM 模型，它其实也不是直接跑在 GPU 上面，它中间其实有透过 framework。或者是加速引擎才可以跑在GPU 上面所以 AMD 提供的是说以往可能以 framework level例如像这个 PyTorch、TensorFlow、Onyx、JAX、DeepSeek 等等的这些 framework， 以往都只有基于 NVIDIA 的 CUDA 提供优化的版本，但现在已经不一样现在在 Docker Hub 上面都已经会定期基于 AMD 的 ROCm 架构提供更新的版本release 在 Docker Hub 上面。那甚至是常用的这个加速引擎包含 SGLang 或者 VLN， 同样在 Docker Hub 上面也是有基于 AMD 的 ROCm 架构定期更新这个优化版本的释出。所以对于使用者以及开发者来说如果是使用 AMD 的GPU 或者是对应的 device， 只需要简单安装 AMD 的 software stack ROCm， 再安装基于 AMD ROCm 架构优化的 framework 或者是加速引擎它在原本在 NV 上头跑的这些大语言模型就可以 drop in 跑在 AMD 的 GPU 上面。这样的转移是平顺而且是成熟的。重点是使用者开发者不需要针对它的AI model， 也就是语言模型，再去做任何 coding 代码的一个改写所以这样的转移其实的 effort 其实是非常小的另外AMD 也非常理解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非常熟悉 NVIDIA 的 CUDA， 所以在使用 AMD 的 GPU 上面，可能在整个软体设置的环境上面会有一些不熟悉
所以 AMD 也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提供对应的这个 container，例如像是以 inference 来说，我们就提供这个 VLM 及 SGLang 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优化的这个 container。那以 training 来说，我们就是提供 PyTorch、Megatron、Eject 等等的这个Docker container。那等于是说这一包container 它已经装好了，包含 AMD 的 ROCm 或者是对应的这个 framework 加速引擎并且我们有对应的这个操作手册所以使用者开发者可以看到，其实上面非常主流的这些 LLM 模型都已经在 AMD 的 GPU 上面跑过。那如果您要测试 AMD 的 GPU 来跑这些 AI 模型，包含你想知道 token 的 latency 或者是 overall 的 token throughput 都可以透过简单的 command line 的方式就直接得到对应的一个数值跟结果所以这样的一个 container 的 support 可以让使用者开发者在使用 AMD 的装置的时候，能够更顺利的将它原本在 NV 酷达架构上面的语言模型转移到 AMD 的 GPU 上面。那其实 AMD 也非常理解，就是以现在 AI 来说语言模型翻新的速度非常快以这半年来说，包含像是百度就发表它的百度文心大模型。那个千问也更新到它的语言模型到 3.6， 那 Gemma 原本是版本3，现在更新到4那 KMK 也更新到它的模型到 2.5， 那甚至 OpenAI 也 release 它的这个 GPT-OSS 模型，或者是小米也 release 它的 Mimo 模型这类的语言模型翻新的速度非常快那 AMD 针对这些主流模型，我们更是提供这个即时的支援所以一旦有业界常用的这种模型的释出，那 AMD 也会在我们的部落格也就是官网上面提供相关的技术文件，这可以让使用者跟开发者如果要让这些非常应该说非常新的这个语言模型的时候，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的技术文件能够直接的在上面看到相关的这些guidance， 让您能够更容易的将这些语言模型跑在 AMD 的GPU 上面以及 device 上面那接着这一页就是让各位更理解，针对现在主流模型，其实在 AMD 的GPU 上面都已经 fully support 那甚至是相信各位也非常知道 Hugging Face 是现在open 的这个 community。那上面现在已经有超过180万个这个语言模型都可以做并跑在 AMD 的 GPU 上面，所以这可以看到 AMD 的 GPU 在 AI 的这个领域特别是在software stack 部分已经catch up 已经快速的 catch up， 这可以让您原本跑在 NV GPU 上面的模型能够更快速的转移到 AMD 的 GPU 上面那接下来，我会把角度切换到 GPU 关于硬体部分的一个 update 好，那其实 AMD 也知道，针对 AI 的领域以及算力的需求的提升是非常迅速的，因此针对这一块 ，AMD 也有一个非常完整而且延续的产品蓝图。从图中您可以看到，其实从2023年开始 ，AMD 就发表了 MI300X 那2024发表了 MI325，那在去年下半年发表了 MI355，以及今年下半年预计会发表 MI400系列的GPU 加速器。那当然就是完整对应到 NVIDIA 的，包含 H100、H200、B200，那甚至是NV 它接下来会 announce 的这个 Vera Rubin， 也就是机柜等级运算等级的这个AI 算力所以这可以看到 AMD 在硬体的规划上也是非常完整也非常 competitive。好，那相较于NV 的 GPU，AMD 的 GPU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图中您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标框以现在最 latest 的产品，也就是 MI350系列相较于 NVIDIA 的 GPU， 您可以看到这个 HBM 的 memory AMD 的 HBM 的 memory 其实蛮大的那我这边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范例
以现在来说 ，AMD 的 GPU 的 MI355一颗有288G 的 HBM memory， 那对到友商的 B200它的 HBM memory 只有192，所以您可以看到 HBM memory 是友商的 around 1.5倍多。好，那当我们要跑现在这个语言模型，好，那我举一个业界非常常用的这个 GPT-OSS 120B 的这个模型，好，那也因为 AMD GPU 肚子里面的 memory 比较大，好，所以刚好一个 GPU 它就可以跑一个 GPT-OSS 120B 的一个模型，所以一台8个 GPU 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刚好跑8个 instance 哈。那 NV 对上 NV 的这个 B200，那因为 B200 它的 GPU 肚子里面的 memory 比较小嘛，所以需要将模型拆分等于是 NV 这边需要2颗 GPU 才可以执行一个GPT-OSS 120B 的一个模型，所以以一台8个 GPU 的一个设置它最多只能跑4个 instance，所以这可以看到 AMD 的 GPU 由于肚子里面的 memory 的容量比较大，所以在跑这些资料量非常庞大的语言模型的时候 ，AMD 可以用较少的 GPU 串联就可以跑这些 LM 的 model 所以这可以非常明显看到 AMD GPU 在 AI 算力的执行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TCO 的一个效益比那接着也为各位分享 AMD 针对常用的几个 AI model 的一个跟友商的NV 的一个比较好，那这个图怎么看呢？上半部指的是一个 inference 的 performance， 那下半部就是 training 的 performance。那当然比较都是用 AMD 最新的 MI355，也就是绿色柱状图。那灰色柱状图就是友商 B200的一个比较所以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AMD 不管在 inference 或者是 training 的一个 performance， 其实都比B200还要更具竞争力。那除了 LM model 的一个测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关注这个 MLPerf？MLPerf 算是业界公认对于GPU performance benchmark 的一个evaluate，等于是参照 benchmark 的一个地方那以往MLPerf 上面其实非常少平台厂会submit AMD 的 GPU， 主要也是因为AMD 的 GPU 还没有到那么成熟，但是 AMD 的 GPU 现在已经不一样以现在最新的这个 MLPerf Inference 6.0 的一个 submission 来说，上面已经总共有9个平台厂submit AMD 的 GPU， 那 AMD 的 GPU 其实也相当多元各个 MI Instinct 系列的 GPU 上面都有对应的这个 benchmark 成绩所以这可以看到，其实平台厂第一个是平台厂对于 AMD GPU 的 support 现在已经非常完整。那也越来越多厂商看到，由于终端用户的需求，需要对 AMD 的 GPU 做效能的评估，所以在这个公认的这个benchmark 的这个第三方的一个submission 上面，也多了蛮多 AMD GPU 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参照表好，那接着这一页就是算是一个汇总表啦，针对最新的这个MLPerf 6.0 的这个 submission 这个指的是单 node。我们测包含这3个语言模型的一个 performance 比分那您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AMD MI355 它的 performance 大概就是介于比 B200 好一点但是就是还比不上 B300。那这边也提供让各位参考 AMD MI355 它的算力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那这个是一个单 node 的一个表现那同时 MLPerf 上面藉由平台厂的 support 我们这边也提供多 node 的一个 efficiency 的一个 scaling 的一个结果好，那这个测试有分几个测项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 offline 指的是说我在测试过程中不考虑这个 token 的 latency， 我只看 overall 的这个 throughput。好，那 interactive 其实就是反过来我只看这个 latency 不考虑 throughput。那这个 server 的这个 online 的server 的这一项测试指的是说我要同时考虑 latency， 也要同时考虑 throughput， 因为其实这2个指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针对不同使用 scenario 所测的一个performance benchmark。那可以看到 AMD 的 GPU 在单 node甚至 scaling 到11个 nodes
的一个侧向，overall 的 efficiency 都非常好，都起码是90几%，那甚至最后一个侧向可以高达98% 的一个 efficiency 哈。所以这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不管是单 node 或者是多 node AMD 在 AI 相关的表现的 performance 其实都非常不错的哈。好，那接着这边我也为各位 update 一下，刚刚有提到的 AMD MI Instinct 系列的 GPU。For example， 像我刚刚提到的300、325、355，其实这个都是一个8个 GPU UBB 的架构，所以等于是，其实对于终端用户来说，他没办法买到这种单卡插卡式的 PCI 模组卡哈。那我们 AMD 这边也听到user 的声音啊，就是基本上在对 AI 的基础架构在做相关的扩充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一开始经费就那么足够买到8个 GPU 的这个combination 它可能是一张一张加因此针对这个相关的需求 ，AMD 在今年也就是5月初的时候，我们 announce 这个350P，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基于 MI 350系列所提供的这个PCI 卡那它的算力这边也列了一个 table 让各位老师以及先进这边比较容易参考。原本的 MI355X 一颗GPU 它是 around 1400瓦那 MI350P 它就是只剩一半600瓦，那它是 PCI 卡的一个架构。那当然因为瓦数减半，所以其实它的算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颗355X 的一半那重点是因为它是PCI 卡的一个设计，所以搭配平台场这边你可以有1张、2张、4张甚至最多扩充到8张的一个configuration， 这可以让您在对于 AI 的基础架构设施上，在采购上面会有一个更flexible 的一个选择那切换到各位一个比较理解的，就是假设我要让这个语言模型AMD 的 device 上面可以支援到多少的LLM。那这边的话，各位可以从这个表中看到非常对应的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mapping table 当然 CPU 这边可以支援的这个语言模型的资料量就比较少。那最左边的接下来的这个AI Pro 9700，由于它是走 DDR 的 memory， 那也只有32G 的容量所以只能支援到 around 40几 B 的模型那 350P 当然它可以支援的语言模型就比较大。那355当然就是可以让你 scaling 更大的这个语言模型。而搭配 HPE 的这个 server 的话，当然未来的 HPE 的 ProLite 345、385，这个就是一个 2U 的一个 form factor， 里面就可以安装 AMD 的 PCI 卡的一个架构。那如果是需要运算量比较大的一个语言模型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 HPE 的 ProLite XD685，那这个就是搭配 AMD MI355的 GPU 的一个配置以上是关于硬体的一个overall 的一个 update。好，那接下来我这边也会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AMD 针对 AI 近几年来的一个 momentum。从最左边来看，您可以看到，其实 AMD从around 上半年开始，就跟 OpenAI 以及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有一个策略性的合作。那主要也是因为这几家非常大的 AI 领导者看到 AMD GPU overall 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性价比，以及在于软体的 support 的确在这1-2年间有一个大跃进所以也纷纷基于 AMD 的 GPU 来做关于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部署所以 OpenAI 跟 Meta 分别跟 AMD 签署一个策略性的合作。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这2家会基于 AMD 的 GPU 总共部署高达6个 GW 的算力在它的AI 基础建构设施上。那甚至 Oracle 这边也提到说，它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总共会部署高达5万颗的 MI400系列 GPU 在它的公有云上面。
所以未来的 Oracle Cloud 它所提供的这个 AI 的算力给终端用户，给 Enterprise 用户里面的AI 的算力背后的 GPU 就是使用 AMD 的 MI400系列 GPU。那甚至 AMD 跟 Meta 这边也共同合作开发的这个 Helios 的这个平台。那 Helios 这个就是高达72颗 GPU 串联的机柜等级的一个 solution。那当然里面就是使用 AMD 的Epic 的 CPU、MI Instant GPU 以及 AMD 的 Pensando 的 networking 的一个 topology 的一个架构，主要就是提供一个72颗 GPU 串联机柜等级的 AI 的 solution 给 Enterprise 的用户。那最后则是 AMD 跟美国能源局预计在接下来也是会建构2台次世代的超级电脑。分别是 Lux 以及 Discovery， 那预计就是提供给美国的科学家进行包含国防医疗、癌症天气预测等等这些前瞻式的 AI 相关研究。好，那 AMD 除了的 GPU 除了在 AI 相关领域的一个 momentum。其实 AMD 的 GPU 在 HPC 在近1年来，其实也有在软体的 support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进。从右边也为各位整理一个表格。右边这边各位可以看到针对 HPC 不管是物理啊、计算流体力学啊、天文啊，或者是有限元素分析等等的这些常用的 HPC 应用场景，现在也可以在 AMD 的 MI Instant上面fully support 并且我这边也有提供对应的这个 link 所以您可以从这个对应的 link 中找到对于 AMD 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说这些HPC 应用领域针对 AMD 的 GPU 的 support， 我们该透过怎么样方式来启用，以及得到对应的一个 benchmark 的一个数值。好，那甚至 AMD 的官网其实也有定期推出关于这个技术文件的更新，让使用者、开发者在针对 AMD 的 GPU 的时候，要跑一些 HPC 的应用，可以透过部落格的文章的更新，然后更清楚的明了 AMD 在相关在 HPC 领域，特别是在 GPU 这边所提供的一些技术 support， 那以及相关功能的一些增进，那甚至是 performance 的 enhance 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特别提这一页呢？主要我们也知道 HPC 它其实主要看的就是 GPU 的一个双晶浮点运算的一个能力。那从这张表中，您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AMD 相较于友商的 GPU， 特别是在这个 FP64相关的这个算力其实都有一个非常表现的一个突出。所以这个意味着用 AMD 的 GPU 跑 HPC 的这些 application， 只要是在在前几页这边有提到的这些 application， 基本上由于 AMD GPU 有 support， 再加上对于FP64双精度所支援的这个算力比较高，所以 overall 在跑在 AMD 的 GPU 上面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输出。好，那接下来我会把议程交给另外一位技术顾问 Simon。那谢谢 Mickey 大家好，我是那个 AMD 的技术顾问 Simon 那我跟那个 Mickey 一样就是 support 台湾的这些客户那我这边 echo 一下，就是刚刚严博还有 Mickey 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刚好这边有 support 那个 NCHC 的部分那最近我们跟那个国网中心这边透过 partner 也有一系列的一些合作尤其在做我们这个 GPU 的测试那包括像很多物理研究，像 PyCon GPU 啊，这个Quantum Espresso、LAMS， 然后Quantum Simulation、QIS 的这些基本上这些应用在 AMD 的 GPU 上面执行都没有问题，而且也有一个不错的效能那当然就是说未来像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帮国网举办一个 workshop 那我们请国外的这个 expert 来台湾，那位 expert 他已经退休了，所以现在他刚好他的一个继任者刚这个on board
那我们可能规划，可能下半年或明年年初的时候，再请他来台湾做一个 workshop。也许可能我跟 Miki 讨论一下哦，可能也可以帮这个物理所这边来办一个有关于这个 HPC、AMD GPU、AMD CPU 的一个 workshop 哦。好，那接下来我这边会介绍有关于那个 Edge 端的一些应用。那主要是这样，因为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整个 Agentic AI 的一个 workflow 的时候，有一部分当然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些运算，还是需要比较大的模型either是跑在云端或者是跑在这个计算机中心就是这个机房里面的大型的 AI GPU server 的部分但是呢，其实在 Agentic AI 这边呢，有很多的使用呢是不需要用到这些这么 powerful 的这运算资源那如果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往云端去丢，哇，那你那个每个月要花的那个 token 的费用那即使是你基本上你有自己的这个机房建制的 GPU server， 其实他们的采购和营运它的电力等等这些成本其实它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思考现在新的这种 Agentic AI 的 workflow 的时候呢，它应该要有所分级，就是说有一些它可能是比较routine， 然后必须要重复被执行，但是它不需要非常大、非常聪明的模型就可以来执行的一些工作，你让它跑在边缘可能是一些工作站等级的这个运算单元上面那只有那个最复杂最大的，然后最有价值的这个，你再往这个机房或者是云端上面去丢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主要探讨的一个议题好，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说，因为这个议题的关系呢，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人那这是一颗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叫做 APU那我想我们讲到 APU 的话 ，HPC 的客人绝对不会陌生像 AMD 的 MI300A 包括其实现在我们在讲说 NVIDIA 的这个 GH 或者是 GB 的这个系列，都是一种 APU 的概念，就是说我把 CPU 和 GPU 装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提供一个 Unified Memory 给它来做这个运算的执行那好处的话，当然就是会有这个，我们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 APU 呢，它有16个 X86 的CPU 核心，然后有40个 Graphic Card 的这个运算核心，然后再加上有 NPU 执行一些比较可以持续运行，然后需要低功耗的一些 AI 的工作。好，那刚有提到为什么要有这种 APU 的架构在传统的架构里面，其实你会有 CPU 搭上你的系统记忆体，然后你的 GPU 搭上你的 VRAM。那你需要用到 GPU 加速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你的资料从 CPU 的记忆体丢到 GPU 的 VRAM 里面去第一个就是说，在成本方面来讲，成本效益来讲，你准备了2份 RAM 那现在记忆体非常的贵第二个就是说，在传输的部分，你会有功耗，你会有更多的功耗，以及延迟的产生，对于你的效能也不是很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原本在我们在 HPC 的架构里面，本来就已经有 APU像现在全世界最快的这个 Frontier， 最快的这个 Air Captain 这个超级电脑就是使用 AMD 的 MI300A 嘛，它就是一个 CPU 加 GPU， 那它有一个 Unified Memory 的架构。那当然在那个Air Captain 那边，它的 Unified Memory 是 HBM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用 DDR5 那个 LPDDR5 的部分让 CPU、NPU、GPU 全部都可以去 access 同一块 memory 的时候，你不需要搬移资料，所以提升你的效能，减少你的功耗同时给你有更好的一个成本效益那这块这个 Unified Memory 的部分呢，它其实有96GB 可以被你切出来。它最高支援128GB， 然后96GB 切出来之后 ，dedicate 给那个 GPU 作为它的一个 VRAM。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到比如说像大概最大的这种 DGPU， 大家常在用的这种 Blackwell RTX6000，它就是 96GB， 当然它是 GDDR7 的一个 VRAM它的速度快很多。但是你要跑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workload， 比较大的一个模型的时候，你就要用到 96GB 的 VRAM 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个产品出来之前，你就只能够去买这种 RTX 这个 Blackwell 6000的这个卡，一张30-40万台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cost efficient， 然后非常 power efficiency 的一个解决方案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的
应该是说本来的世代里面我们提供4个不同的 SKU， 那上面这3个 SKU 呢都可以支援到128GB、96GB 的一个 VRAM那最下面还有一个比较低阶的 SKU 是64GB 的这个记忆体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不同的 AI 场景它还是会有不同的需求那有一些比如说如果说是比较边缘视觉型，跑一些 YOLO 啊等等的这些 AI 的话呢，它可能不需要买到比较昂贵的一些型号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型号来做一个成本的一个切割那在平台的部分目前的话像这样子的一个 APU 啊，它其实甚至可以坐在笔电行动工作站里面像 HP 这边它有一个 ZBook Ultra G1A 就已经有导入了这样子的一个 APU你的一个笔电128GB 在上面直接可以跑一个譬如说 GBTOSS 120B 当然是量化过的一个模型，直接在你的笔电上面去做执行那我们也有出这种大概4 L 大小的一个桌上型的工作站那这个的话呢，相比这个上面这个ZBook 的部分的话 ，ZBook 大概 APU 的部分跑到45瓦那这个在行动工作站的话呢，它就可以跑到大概140瓦，所以它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效能。然后4 L 也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个 form factor 非常适合作为一个 agentic AI 的一个平台好，那我们呢刚刚好呢，就是在前2个礼拜announce 的我们这个刚刚提的这个我们叫做 Streak Halo 啦，它的下一代AI Max 300系列的下一代 AI Max 400系列那我们这边呢更是进一步把 VRAM 提升到192GB， 不是 sorry， 它的 System RAM 总共192GB， 然后有162GB 可以拿来做 VRAM。刚刚那个上一代是128 96GB 可以拿来做 VRAM 嘛，现在这是192 160GB 可以拿来做 VRAM。基本上呢，如果说量化过的模型它能够我们有测试过，能够甚至跑到300个 billion 参数的模型，在一台行动工作站或者是一个桌上型的4 L 这样的小型的工作站，可以跑到这么大的一个模型那在平台的部分呢，我们在跟 HP 还有 Lenovo。HP 的话，它就是会延续它的这个产品线在笔电和行动工作站的部分。然后另外 Lenovo 这边也会做。那我们也其实有在跟这个台湾的一些公司在洽谈那相信后面也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出现好。那这是一个对照表就是刚刚有提到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 VRAM 的大小之外，然后那个我们的 CPU X86 CPU 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boost 的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资源的记忆体的速度那这个话因为需要提升至少一部分这个记忆体频宽，让我们在搬运这么大量的就是说在这个运算这么大量的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能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目前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在刚才提到 agentic AI 的 operation， 那 agentic AI 的部分我后面会比较多琢磨那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商用的一些运算的软体、模拟软体的部分尤其是对 VRAM 要求比较大的这些模拟软体，像ANSYS 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啊这一类的一些商用软体那原因是因为这一颗我们包括跟 HP 这边的合作都有做所谓的这些软体的认证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在执行这些商用软体的时候就比较没有疑虑那最后的话就是 design 的部分那 design 的部分像那个这个可能跟大家稍微比较没有关系，就是像 Photoshop 啊、AutoCAD 等等这一类的一些 professional design 的一些。那当然这些目前很多这些商用软体都有跟 AI 做一些整合好，那除了硬体的部分AMD 现在我们也有提供所谓的 AI Playbook 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呢，就是可以上去看。基于这个平台，我们有提供好几个，现在目前我昨天看的时候，总共有10个目前上线的10个不同的使用情境包括像
agentic AI 哦 ，coding assistant 哦，或者是有一些是有关于 video 的一些 AI 的一些 setup。那我们在这 AI 的 playbook 里面呢，提供你完整的安装流程哦，安装流程，而且呢，它同时支援 Windows 和 Linux 哦，就是说你进去那个页面的时候呢，你点了那个应用之后，你可以调整你是要用 Windows 还是用 Linux， 它就会显现在不同的作业系统下面它的完整的一个安装流程啊。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 agentic AI 的部分哈，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趋势哈。agentic AI 这边呢，因为大家知道说 agentic AI 顾名思义，它就要帮我们执行任务，它需要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它需要使用工具哦。那使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会 generate 更多的这个 input context 哦。我们看到说，现在目前很多这种 agentic AI 的 workflow 呢，它会产生大量的 input context 哈。例如说，今天假设我是那个这个物理所的一个研究员哈，那我怎么使用 agentic AI？ 我可能就要读很多的论文嘛哈，那我可能要把我的这个演算法或者是这个原始码哈丢进去给它分析哈，我的一些实验的参数或实验的这个 log 哦丢进去给它分析，然后呢，我可能还要做它分析出来结果之后，我还要做一些自己再看一下之后，然后做一些调整，再丢回去做这个 iteration 哈。像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境，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听到说，我要读很多论文，还有我这些研究资料丢进去的时候，给它整合完了之后，再丢进语言模型之前，它有一大包的这个 input 哦，这一大包的 input， 所以现在目前像这样子 agentic AI， 它的这个 input 就是它 prefill 阶段的 input token 数都比它的这个 output token 来大的很多哦。好，那像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境，第一个就是说，它对于 V-Ray 的要求也更大了。我们之前在跑这种，我们在讲这种200B、300B 的这些模型哦。现在我们在讲这些模型，它这个 V-Ray 的要求还不是只是单单在讲模型，因为我丢给它的这个 token 啊 ，input token 的数量也很庞大，所以对于这个机器的整个，它要执行越多的工作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多的一个 V-Ray 哈。好，那刚有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会需要用到云端上面的一个模型哈？那我们看到说，像那个 Terminal Bench 啊，它是一个做 agentic workflow 的一个 benchmark 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在地端上面跑一个像千问 3.6 35B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的 Terminal Bench 的分数呢，基本上还比 Cloud Sonnet 4.5来的高一点哈。那像这样子等级的，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跑的这个workload 需要更高的智慧的话，你会用到 Opus 啊，你可能未来还会用到 Mythos。但是呢，在这个等级以下的，你基本上你一般在用 Cloud Sonnet 的话，你这一类的工作你就已经可以 upload 到这个 Edge device 上面来哦。那我刚有稍微叙述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研究员的 agentic AI 的一个使用情境嘛。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这个我本身的一些使用需求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考量，就是说，我现在这些研究的资料，我适合放在公有云上面吗？哦，这个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在 cost 的部分哦，这个放到公有云上面之后所产生的这个 cost 的哦，也是我要考量的哦。所以呢，我们在研究阶段呢，其实基本上可以把一些像刚才提到，你要重复不断的喂资料给它，调整你的参数，然后验证你的结果，这些步骤啊，放在地端跑完了之后，在最后你需要把这些资料，把这些研究成果做一个收拢的时候，你再把它放到云端上面去做一个验证。好，那这里有一个这个使用场景的部分哈，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 cost 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呢，假设今天我们是一个这个128K 的一个input context 的一个资料量哈，那放在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 Horizon AI 这边呢，它其实它每天8个小时，它可以产生到3100万个
这个这个是 output token 好，然后385个 million 就是3.85亿个 input token 哦，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讲嘛 ，input token 大概是 output token 10倍多一些哦。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么大量的一个 token 的数量，每天这样子8个小时这样子产生哦，那我的费用是什么？1个月16块美金的电费。因为它这个其实放在地端呢，它的 PS 月也就300瓦而已哦。好，那假设我放在云端的话，我用 Cloud Sonnet 4.5，然后我去呼叫它的 API。那当然我们知道 API 的话，它就是有每100万个 output token， 每100万个 output token 哦是15块美金哦。那每100万个这个input token 的话呢，3块美金哦。这个费用算下来啊，你1个月大概要花掉750块美金，哦，那就是一个750块美金和16块美金的一个差异哦。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整个 Agentic AI workflow 做一个分流哦，这个一个解释哦。好，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2位啊。那我想我们 Coffee Break 之前的这个议程就到这边结束。好，那我们就开始。那接下来下半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系统的使用方式这样子。那首先我这边的话，我是SGC 团队，可以叫我 Mandy 这样。那我这边是介绍 DICOS App， 因为我们系统就是有分为就是运算资源有分为2种，一种是用网页上面的 App， 然后一种是在 Command Line 上面使用 Home Slang 的部分。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storage 的部分要怎么使用这样子。那好，那下一页。那我们的网页上面，因为我们有不同帮使用者安装不同，他们可以透过 GUI 界面在网页上面使用的不同形态的application。那主要依据主要分类的话，那因为我们有跟 Cryo 那边做电显微镜那边做合作，那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 Cryo 这个 CryoSpark 是电子显微镜部分，然后 Ryan 的话就是他们一些蛋白质一些分析，那下面这几个也是就是跟他们的生物相关的一些解析或者是做一些视觉化的部分。那除了以外，我们还有做一些就是跟物理相关的，像是分子动力学或者是一些就是做模型的部分这样子。然后 machine learning 的话，我们也有。那 machine learning 的话，主要就是有 Jupyter Lab， 我不知道在场的人有没有用过 Jupyter Lab。然后那 Jupyter Lab 的话，就是除了做 machine learning 以外，你还可以做一些 Python 或是一些 command line 的一些，就是如果你不太会用那个terminal 方式的话，在上面也是蛮简单使用。还有那个 TOS 这部分，然后其他的 app 的话，像 MATLAB 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讯号处理或者是一些科学计算部分的话，也蛮常使用这样子。那这些 app 的话，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安装那个开源软体，那像是 MATLAB 这种比较特别一点是它是付费软体。那如果说就是各位使用者有一些安装软体上面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跟我们合作这样子。那只是比较麻烦的是说，因为 MATLAB 的话，像这种付费软体的话，它是需要看 license。那 license 的话，它有分就是server 方面的 license 还是个人电脑的 license。那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会评估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基本上大致上的 app 的分类。那我们的网页打开来之后，就是透过这个上面这个网址打开之后，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 app。那我放一个示意图，就是这是 Jupyter Lab 的分类。那 Jupyter Lab 的这边的话，我们有分成，就是它这边的 version 我们有分成 CPU 的，然后有分成 GPU。那它上面都有标示说它的 GPU 是用哪一种，像是这是用3090，这是用A100。
然后这是用4090的方式。那这个 bar 的部分呢是剩下多少资源？因为蛮多使用者问，就譬如说像是这个剩下15%，所以就是有可能资源会用尽这样子，就是看大家他开的程度这样。因为刚叶老师有说，就是我们 GPU 其实数量没有到很大量，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用完的话，那因为我们会计算费用，那就是大家如果用完使用不用的话，就是尽量请大家把它关掉。像是如果你打开，像是这边 launch 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开启的天数，那你就选完之后呢，它就会开到那个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开启之后你不用的话，就希望大家把它关掉，不然它会继续计算这个费用这样子。那如果它开起来的话，就会是呈现这个样子，它就会，你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网页关掉的话，那你再开回来的时候还是会显示这样，那你就可以按 Open 再把它重新打开来，然后呢按 Delete 的话就会把这个你开起来这个 App 删掉这样子。那这边的话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Disk Space 的运用，就是我们每个 User 的话都会有一个你们的加目录，那加目录的话就是只有100GB， 对。那如果说最常发生就是有人会用超过这个100GB， 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你们自己的群组的空间，那我们会是希望使用者尽量把一些比较大量，像是你们一些要输入的一些 data 或是 input 的 data 或者是 output 的东西的话，我们会希望你把它放在你们自己群组的空间。那它的路径就会是 ZF share 的 FS work， 然后你们群组的名称。那这边就会是有3TB 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们要扩增的话，就是要请你们老师去买。那刚刚严老师有讲说，买1年的话1TB 是1000块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扩增的。那你们就是尽量把你们的 input 或 output 比较大量的档案放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好。那这些的话，就是可能放一些你们的小档案，或是一些你们暂时的档案之类，那不要超过100GB， 就是尽量不要超过。那你们超过的话，然后超过的话可能会登录不了。那登录不了的话，就是可能要跟我们通知一下，那我们会帮你处理这样子。那因为 DICOS App 的部分啊，就是每一个看你的你要研究的部分，那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像是有人就是专门研究电显微镜，或是做分子动力学之类。那因为每个人适用那种 App 的情况都不同，然后会有一点杂。那我目前因为配合这一次的主题，那我这边会有个 demo， 就是小小的 demo， 就是 AI 要帮你做摘要 PDF 或是一些论文的 demo 这样子。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如果你们用法上面有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写信来告知我们，或询问我们这样子。那或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实验室他们可能已经你们老师可能其他学生已经有人会用了，你们也可以问他们这样子。那基本上我就是这边就做一个就是大家常用的 Jupyter Lab 的 demo。好，那我把荧幕退出去。那我询问一下，有人没有拿到测试账号吗？因为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会议开始这一次 workshop 开始之前，我们有寄一封信告诉大家说，然后每个人都有个测试账号。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做现场的 hands on， 而且可能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有带电脑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因为我在这边的话，我应该是每个测试账号你们登进去之后，大家去开这个 app 应该是都可以，因为我把这个档案都放在你们的账号底下了这样子。那就是你们可以回去登你们测试账号，然后跟我操作一样，就是去开这个 app， 然后试试看运作方式这样。那首先我这边的话，这是我自己的账号。那你们登录完这个画面之后，你们就是按 app 这个，然后我这次 demo 是用3090，但是其他 GPU 应该也可以。那就是我已经开好了，那就是它会显示在最上面，就是我有开了一个3090的，那我就把它打开。它跑比较慢而已。
那你们到时候会看到，就是画面就大概是在右侧这边会有一个叫 Workshop 2026-0527的资料夹。那你们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档案叫 AI PDF Summarize Workshop， 这个你们就把它点开，然后点开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那个 IPython 的这个样子的档案。然后这是一个我写好的档案。然后呢，那我们主要是这一次就是我会喂一个 PDF 的档案去给这个程式，那个程式会透过离线的方式去就是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 这个方式，然后去做一些回答。那你就是回答打一些询问它的内容，它就会把这一篇 PDF 里面可能相关的字把它output 给你这样子。那对，因为我不用 OpenAI 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就是如果用 OpenAI 的话蛮作弊的，所以我是想要看一下就是 local 生成的话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先做先读进一个 PDF， 然后 PDF 的之后呢，我会把它这个 PDF 里面所有内容做文字切割，然后切割完之后喂进这个 embedding 的模型，然后呢，它就会做这个模型之后呢，它就会做一些它的建立它一个资料库，然后资料库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出相关内容，最后我会用 LLM 让它做一个生成式的回答。那这个 IPython 的部分呢，就是可以按这个执行，然后它就会执行下一步这样子。然后那第一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先安装套件，不然它不会运作。那不过你们的测试账号的话，我应该都帮你们已经安装好套件。那这一步的话，其实就可以跳过。那我这边的话，会安装就是 PipeInstall 这一些套件这样子。然后下面的话，因为我应该是都帮你们安装过，所以你们可以不用执行这边这样子。那如果你们要执行的话，你们可以因为对 IPython 来说，按惊叹号 pipe 的话，它就会像 terminal 执行指令一样，就是会执行这个指令。就是如果你要请 IPython 帮你执行一个 terminal 指令的话，就是前面加惊叹号这样子。那也可以在 terminal 下面下一样的指令这样子。然后帮你们安装好之后呢，就是要安装这些套件，然后主要是 Torch 跟NumPy 这个档案，这个要根据你的 Python 的版本去安装。所以我目前一个是安装124，一个是安装1.26.4这样子。然后你装完之后呢，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 GPU 的状态。那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开3090，所以它这边的话会显示是有CUDA available， 然后它的 GPU 是 NVIDIA RTX 3090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检查完所有环境之后，就你安装完套件之后，检查所有环境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做就是那个 AI 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我就是先载入一个 PDF。那载入 PDF 这边的话，你们可以可以把这个 PDF 换成你们自己喜欢的 PDF， 就是到时候下一步下个 session 的话，那个我们的同仁会介绍要怎么把档案上传。那这部分的话，我是 default 放了一个 PDF， 这个 PDF 是跟癌症有关的一个期刊。那大家可以就是回去测试的时候，把它换成自己喜欢的PDF 或是其他的档案也可以。然后那这一部分的话，它就是把这个 PDF 读进来，因为如果不读进来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就是相关请 AI 帮我们回答里面的内容。那它读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 print 说请他告诉我说总共有多少页数。那他告诉我说这个 PDF 总共有29页，然后我请他印1000个字，大约1000个字出来。那他最前面他就会印说这个PDF 里面最前面的字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这一篇期刊的标题，还有一些作者内容这样子。那读进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是因为我们要请回答的话，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资料库。那做资料库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切割这些文字这样子。那我就是做切割文字的部分，就是请他把我读进来的这个 PDF 呢做一些切割。那我切割的时候呢，因为如果我随便切的话，他可能会找不到。我请 AI 帮我找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不出来说，原来这其实是一段话。那我就会说，那我要把它，譬如说如果有断行的话，我要把它接回去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做一个 overlay 的部分。然后呢，我现在把它读进来之后呢，包含 overlay 就是形成一句话的部分的话，总共有它读出来总共有269个，就是我切了269段。然后呢，切完之后呢，我们要把它转成，因为光是这样子的话不够，我们要把它转成就是电脑看得懂的部分，就是要转成一个数字向量。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把它读进资料库的时候 ，AI 看得到这样。那这部分就是请它读成数字向量的部分。然后，对，那我就是用那个这一段 code。那我读完之后呢，我就是可以把它建成一个资料库，大概是这一段程式，然后它就会把它建成一个它的所谓的向量资料库，那它就可以搜寻这样子。然后建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 LLM 的事情。那这部分它就会用到 GPU 了，刚刚那些部分都没有。那这部分的话，我就是载入 LLM， 然后载入完之后呢，我就可以跟他说我要怎么做一些检索的函数。然后呢，问答这边的话，我就可以自定一些，你们也可以自定一些问答。那因为我刚刚有载入是中文的，所以我这边可以打中文，就是我最上面这边是载入，我这边是载入中文的部分。然后，所以呢，我这边是载入中文的部分 ，LLM 这边是载入中文部分，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打中文。那我就是问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研究助理，他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会印出内容，然后他会印出我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我要请他从中文回答，然后列出一些重点。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开始用测试问题。然后我就打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去他的向量资料库里面搜寻。然后他搜寻出来之后呢，他回答是说根据提供内容无法得知论文的贡献是什么。他可能是没有搜到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如果有一些实验方法这样子，然后呢，我有问他说那作者使用了什么方式，然后他就是从那个重点在于描述一种涉及 RS 蛋白激酶的机制，这样从这边开始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用中文回答我的问题，然后这个方法是什么限制，然后他就会讲说重点在于 ENT 过程与CSCS 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最后有跟他说要请他单点摘要这篇论文，然后他就会跟你说这篇论文主要是2011年有谁出版的这样子。那这个问题不是固定的，就是如果你们回去试的话，你们可以打一些其他中文问题还会回答，但是因为他是用 local 的 LLM 去做的，他没有办法像 OpenAI 那么就是回答这么灵敏。那因为我们我这一个 demo 完全没有用 OpenAI 的API 之类的，所以呢，我只是纯粹用我们 local 的方式去做。那他可能回答的就是有一些限制这样子，也有可能是我这一篇 PDF 只是就是简单介绍癌症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回答才会是这样子。那你们也可以回去试试看，说你们其他的 PDF。好，那我下面有一些总结。那其实我刚刚就讲过，就是大概要怎么做这个类似像是 AI 帮我读取与 PDF 或论文做一些摘要的方法总结这样子。那你们可以就是回去试试看你们的不同的 PDF， 它不一定可以读论文。我有试过读一些故事或是什么的这样子，那它就会抓一些东西。那你们也不一定要用中文的那个。就是 LLM 这边不一定要用中文，你们可以载入其他它的方式。它可能因为如果是英文的，可能对英文的解析可能会比较多。那中文的部分，它可能还需要就是有一些部分要更新或是什么的这样子。
那好，那我这边的话，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就是透过这个 email 问我们，或者是你有些 question 的话，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这样子。OK， 好，我觉得那个谢谢 Mandy 刚刚讲的那个位置，那我这边就是以背景系统的部分，那主要是讲如何使用我们的分数去提高工作。那就是会说，我们使用的建议，那看到的指定要，那这个都是提高工作的话，那主要的部分它就是管理财务的系统，其实就可以。它主要的架构就是控制端，然后计算机的部分，而且计算会其实灰色的计算是对我们后台使用的这个不用看一下，那主要是大家都是专注在用户的，那使用的就可以透过这些用户指令，或是控制管来做到对，那控制管的是到对，那指令的部分后面就会再去跟大家介绍。那这是我们目前现在使用上的一个，主要是 CPU 跟 GPU 的部分。那 CPU 的话是说 model 有分两种，是 AMD 跟 Intel， 所以大家在开自己的程序还要注意这一点。你们的程序是跑在 AMD 还是 Intel， 那可能会主要是用不同方式去打的这样，不然会影响到你的程序的效率。那 GPU 的部分我们有提供 A100、B100跟 B600。那 GPU 的 B100， 它的 CPU 的 model 是 A， 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接着是使用键，那这个要使用使用情况呢，那我们的使用的界面使用 UI， 就是大家就打UI， 提到这个UI，然后登录的方式是使用 SSH， 用的是 SSH 那个账号名称，然后 X， 然后使用 UI 的记录。那输入完后的话，就会让输入你的密码上你的付费的验证，就会有6个数字要带。然后，所以Windows 的使用者啊，就是你们要自己在电脑安装一个600那可以使用像是 Quick Mobile 或者是 ES。那 macOS 的话，就是 Mac 内建有终端机可以直接使用。那你们进去后就类似看到这个下面的画面，那我等下就会再次介绍这个。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提供大家一个 Play Store 是手放那账号跟密码都有呈现在 UI 上，所以大家可以透过那个账号跟密码去看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主要就是提供给大家说我们的 memory 跟 CPU 这两个部分，主要是主角好像有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资本的东西，那所以每个人的招募上面都会有一个自首的资本的档案。那请你不要做有你一直上就你一直上你只会没办法进就标准的不管是对这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标准语言很多材料招募它是一个暂时，所以如果说你要存放资料，我会建议大家是存放到政府的记录空间，或者是自己的外备。谢谢。然后第3点的话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是，因为如果你在 storage 写东西，就我们的群组空间写东西的话，他可能觉得读写速度有点慢，所以有些人会希望是把 worknode 当成中继站，用 worknode 的 temp 去，先把资料放在那边，然后呢，我的资料上完后再传回我的群组空间。那如果你没有使用到 worknode 的 temp 的话，请你们记得要移除资料，不然就是我们的机器资料一直存放，然后它会爆炸，然后机器就没办法运作这样子。那接着第5点是比较重要的是，请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登录节点上做一些大量的计算。你们要计算就是丢到去提交工作丢到我们的 worknode 计算。那我们的登录节点它仅提供就是你编辑程式提交作业这种东西而已，或者是测试小程式就好，不要提交大量的程式。那如果你们在上面做计算的话，我们是有权益可以直接把你们的程序直接砍掉的。对。然后第6个呢，是我们的今年还是去年，今年开始实施的 configure， 就是说，我们有讲，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去指定你要的 resource 有什么。那除了 CPU 是其中一个指标以外，我们的 memory 也是。然后，但因为我们有发现到说，有一些 user 会用比较少的 CPU， 然后搭配很大的 memory， 所以我们就有设定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如果你的 memory 设太大，然后你的 CPU 很少的话，我们会自动帮你，实验系统会自动帮你把你的 CPU 调成符合这个 memory 够用的扣数这样子。那我们每个 cluster 有对应说一个 code 它最多会用多少 memory 的这个设定，这样。好，那这里又是再次宣导，就是使用者的加目录空间只有100GB， 然后群组空间只有3TB， 所以你们要进行工作或者是安装软体的话，请都使用 group 空间。那接着是基本的私人指令。好，那 partition 呢，它其实主要就是管理。就是我们可以设定私人的，那叫什么？就是算是，就是我们的分类是这样子，我们是用 cluster 做分类，就是以不同的 CPU model 去做分类，然后呢还有以时间作为设置，所以说，旁边这个是我们列表，那主要就是我们有针对 short， 然后 short serial 这些有做不同的资源的控管。那最长的大家可以跑的时间是14天，那最短的话就是3个小时。那我们的预设的 partition 是 EDR1 减 AL9， 然后 short 这个。那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你的工作都会跑在这个 partition 上。那如果你要指定不同 partition 的话，你可以多加个参数叫做减 P， 然后你的 partition 名字。那我们最近有多增加2个 partition， 第一个是对于你需要用大 memory 的话，你可以使用 big memory 这个 partition。那这个 partition 的我们有个最低要求是你的工作最少一定要用到100GB 的 memory 才可以丢来这里。那 global 的话是主要是针对，因为我们 AMD 有2个，那如果你的
执行的程序其实不在意说它要丢在哪一个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丢到 global 去计算。那除了刚刚说的时间限制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在做一些 QoS 的限制。那主要是 short serial 跟 model serial 的话，它最多只能用到24个扣。那 long serial 的话，一次只能用一个最多只能用一个节点。那 GPU 的部分的话，就是你最少一定要用1张卡，那最多的话就是要用到8张卡。那还有一个是，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 memory 也是我们的 resource 可以要求的。那如果你没有要求指定的话，我们的预设就是一个 CPU 就是只会有配给你6000 MB 的 memory 这样子。那如果你要求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脚本里面写减 MEM 等于，然后你要多少的 memory 这样子。好，然后接着是指令的部分，就是如果你要查 partition 和节点状态的话，你可以用 sinfo， 那你就会看到就是它的这些东西，就有 partition、avail 跟 time limit， 然后 node state 跟 node list。那如果你加个减 n 的话，它是就是以 node list 去呈现方式。那这部分的话，我比较想要讲的是关于 state 的部分。state 的话，你们会比较最常看到应该是这6种状态。那 idle 的话，就代表说这个节点没有人在上面使用，所以如果你要提交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提交到这个节点上。那 OLK 的话，代表是上面已经有一个或多个 job 在上面跑了，然后它其实没有资源了。那 mix 的话，就是 idle 加 OLK 的合体，所以代表说它还有一些少的资源可以使用。那 down 的话，代表是说这个机器现在我们不开放，它可能有一些问题。那 drain 的话跟 drain 的话，是主要是我们有时候针对可能我们要做维护的话，我们会开始停收 job， 所以你会看到说它的 status 会变成 drain 或 drain。那如果你在上面已经跑的工作的话，我们会让它跑完。对。接着是 sinfo 的一些进阶用法，你可以再给它一些比较细节的参数去看说你的 CPU 和 GPU 的用量，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到说有多少个 CPU 还可以使用，那有多少个 CPU 已经被使用了。你可以这样去查看说我还有多少 resource 可以使用。GPU 的部分一样，那它 GPU 的部分是只会显示说有多少张卡已经被用。再来是你要如何提交工作。那提交工作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你们去写个脚本。那它提交的指令叫做 sbash。那脚本的模式呢，它主要是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你跟时人讲说你要有多少 resource， 那它就会用一个 sbash 井字号 sbash 这样的方式。然后下面的部分是你要跑的程序的部分。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简 job 内，就是你可以帮你自己的工作去定义你的名字。那 partition 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去指定说你要跑在哪个 partition 这样子。那这个 node n task CPU 就是跟时人讲说你要用多少资源，多少节点，多少任务，然后多少个 CPU 去跑我这个 job。那你接着是 output 跟 error， 就是你可以自己定义说你的输出的名称要什么这样子。那你也可以，你知道说你这个 job 大概最多跑多久就该结束的话，你可以去指定你的 time limit。那接着是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关于 mail 的功能，因为如果有时候是你是撒很多 job， 然后可是都在排队，然后你不知道你的 job 什么时候开始跑了或是怎样的，你可以透过即兴功能提醒自己说，我 job 开始跑了，或是我 job 成功了之类的。那它就有个 mail type， 那它有 begin end 跟 fail 或是 all， 你全部都通知你。那接着是它有一个是 mail user， 那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填完整的 email， 不要因为看到 user 就只填前面。如果你只填前面，你的信是寄送不到你手上的。对，你一定要把那个 mail list 全部完整的写出来。那你提交工作的话就是 sbash， 然后你的脚本名称，那它就会回传一个你的 job ID 给你。那你这个 job ID 你就可以
记住，那你就可以去透过这个 job ID 去看你的 job 的状态。那接着是，如果你要看你过去24个小时你提交 job 的状态的话，你可以用 SACCT 去看。那你就会看到说你的 job ID、job name， 然后你的 partition， 然后你的 group 名称是什么，你用了多少资源，那你的 job 的现在的状态是长什么样子。对。那接着除了刚刚这个是你过去24个小时的 job 状态，接着是你可以查看说现在系统的排队的工作有多少，那你是用 SQ， 你 SQ 的话，你就会看到是全部人的。那有些人可能只在意我自己的工作状态的话，你就用 SQ 减 U， 然后你的 account 你就会只会看到自己的。那这里主要部分要注意的是，这个 ST 的部分是状态的部分 ，PD 的话代表说它正在排队中，那 R 的话是 running， 是指它正在跑。那如果你正在排队中的 job 啊，它这里会显示说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正在排队。然后，如果你正在跑的话，它就会告诉你说，哎，你的工作是跑在哪个节点上，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提交工作后发现，哎，这个 job 不是我要的 job， 我要砍掉它的话，你可以用 S cancel， 然后你的 job ID， 你就可以把你的 job 给砍掉，这样子。好，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它有一个指令是 S Control， 那你可以去看你的 job 啊或 node 的一些细节的资讯。那如果你要看你工作资讯的话，你可以 S Control Show Job， 然后你的 job ID， 那你就会在这里看到说关于这个 job 的 account 是什么，然后你是从什么时间去submit你的 job， 然后或者是它也可能会预估你job 开始的时间也是在上面显示，然后你要了多少资源，然后你的工作是在哪个资料夹，那你刚刚要求的它机器人功能的东西，它也会写在上面。那接着的话是呈现我这个节点的状态。那节点状态的话，其实以使用者来讲，他们应该最常要看的话，应该是 CPU 的部分。它这里会有一个是 CPU total， 它我们一个节点有192个 CPU， 那它已经被使用了174个 CPU， 这里可以看到。对，那它还会有一个是 memory 的用量，它 memory 被用多少。所以大家如果说要看说我的机器还有多少资源可以使用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看。那接着是环境模组的部分。那环境模组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帮助使用者说他不用去做复杂的 compiler 之类的，那就可以任意切换你们自己要的程式或是软体。那我们的UI 跟我们的 worknode 上都有已经安装了一些环境模组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环境模组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们的官网啦。对。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就直接进到 module 的指令。那如果我要看我们机器上有哪些 module 可以使用的话，你就用 module available 去做。那我们提供的 module 主要分成几部分，一个是 compiler 的东西，然后接着是 MPI 的部分，然后还有 CUDA 这些，那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软体这样子，就大家可以看上面有没有你要的环境模组，然后去载入。那如果说上面都没有的话，然后你又很想用，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安装，那就大家可以寄信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帮忙协助安装这样子。那如果接着就是说，我要看我现在载入了哪些 module， 跟我要如何载入 module 的话，你就可以用 module list 去显示。那我这里一开始初始化 module list 的话，就是我没有任何一个 module 有 load 进来。那如果我要载入模组的话，我就用 module load 的名称。那我在 module list 一次，我就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有 GCC 跟 MPI 这两个 module 被载入到我的环境中，这样子。那如果我这个 module 我不要了，我要卸载的话，我就用 unload 的方式。那我就是等这里像这里就是 module unload， 然后 GCC， 然后在 module list 的话就不会看到 GCC 的这一项。
那可能有些人会一次载很多 module， 可是他要一个一个卸载，觉得很麻烦。那你就可以用 module purge 的方式，它是一键直接帮你清除掉你现在载入的模组。接着是 Python Compiler 跟 MPI 的环境。那在我们目前机器上系统的 Python 版本是 3.9.18。那如果使用 Python 的人呢，我们会蛮建议大家是使用 Anaconda 的，因为这比较方便你们去设置说你们要的 Python 版本什么的。那一样再次提醒，就请装在 Safe 下面，拜托。好，那这里的话主要是康达的一些用法。那像我这边的话，第一步是先跟他讲说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是放康达的环境的部分，然后我就会去 module load 我刚刚说的 Anaconda 3，然后再跟他讲说康达 config， 然后先add 我的环境的路径在哪里，跟他讲。那所以我之后在我在建立新的环境后，它都会直接存放在这个 safe 的就是我刚刚指定的路径下，就会像这样的。那你要启动的话，你就用 conda activity， 然后你刚刚指定的你的环境名称，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安装，比方说 conda install 你的 package 这些。那如果你要退出这个环境的话，你就用 conda deactive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接着是 compiler 的部分，那因为刚刚就说我们的机器有分 AMD 跟 Intel 部分，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在做 compiler 的部分的时候，可以使用私人的交互式模式去做 compiler， 就相当于是我在那个节点上去做 compiler， 所以等于是说我的那个软体是跑在这个节点上绝对没有问题这样子。那它的变成互动式的模式的话，就是用 solk。然后简 partition， 然后你要的机器的 partition 名称，然后我要多少个 task， 多少的 CPU 之类的，就可以这样用。然后呢，我们就有提供一些 Intel Compiler、AMD Compiler 跟 GCC 还有 NVIDIA， 所以你就可以去载入你相对你要的东西。那因为我们是在 UI 做这件事情，那你要让它相对于跑在那台机器上的话，你要用 srun 的指令。比方说，我用 srun hostname 的话，它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在 HPA-WN05 这台机器上跑这些事情。那我要退出这个交互式模式的话，就会打个 EXIT， 它就会退出来这样子。那 MPI 的部分，我们有提供 MPI-CH 跟 OpenMPI， 就大家如果可以，就是依照你们自己要的去载入你们要的模组就好。那我们这里可以用的一些软体的话，就是刚刚提到 Anaconda Python， 那里面有一些 TensorFlow、PyTorch、PyRoot 这些东西。那我们机器上目前 CUDA 的版本最低的话是 12.6， 因为我们有一些机器的 CUDA 版本已经有往上升了，可是没有很一致，对，所以我可以这里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最低的版本是 12.6 这样。那我们也有在帮一些使用者做客制化的安装软体服务，那我们可能就会用 Singularity 去安装这样子。好，那接着是 example 的部分，那可能要先问大家，有人是没有使用过 Linux 系统的吗？因为如果大家都使用过的话，这一页我就不讲了，因为好像好讲。好，那就是一样的是，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先有你的 terminal， 那你就先打开 terminal， 然后去 log in。那 log in 的方式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SSH， 然后你的 account， 然后 @//ui.tw.org， 然后这次有帮大家准备一些那个脚本放在你们的加目录下，所以你们测试账号加目录下应该会看到一个是Student Hands-on 2026的资料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把你们资料夹复制到 Safe 那边去，就是放到你们 Group 空间去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先进去到你们的工作环境，所以就是 CD 用 CD 这指令去到你的工作环境，那你就建立你自己account 资料夹，然后就进去你的资料夹，然后再把你的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帮你们预先准备好的答案复制过去就好。
那第一部分就是简单的提交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准备你的脚本，那这个是我没有，这个部分是我还没有指定说我要多少 resource， 我就直接给他一个脚本。那我直接提交的话，他就会是去跑到他预设的 partition， 那就会使用一个 CPU 去做执行这样子，那你就会得到一个输出结果。然后提交工作指引就是 SBash， 然后你的脚本名称。那旁边这个呢是范例说，就是我把resource 这些要求都给他的话，那他一样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就一样是得到这个结果，只是你就是跟他有指定说我要在哪一台机器上跑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第二个的话是我要提交多个核心，因为刚刚那个的话它是只会一个核心去跑，那这个的话是我要提交多个code去跑的话，我就在这里可以写成我一个 task 要10个 CPU 去跑。那我这里跑的程式是叫一个压力测试的程式，那它的减 C 就是指说我要用多少个 CPU， 我这里就减10。那这个减 T 就是时间我要跑多少秒，就是写100。那一样提交的话就是 SBash， 然后那个脚本名称，那你就会得到它的输出结果，就是说我用10个 CPU 跑了100秒的输出结果这样子。再来是 Python 的部分，那首先你不要跑 Python， 就一定要有个 Python 档案。那我这里就是准备一个积分的 Python 档案这样子。好，那跑 Python 的话，就跟刚刚讲的一样，我们会希望你们是用 Anaconda 去做，所以你就可以 module load Anaconda。那如果你有建立自己的环境的话，你就在下面再写什么 conda activity， 然后你的环境名称之类的。那接着就是你就可以写说你的 Python， 然后执行的 Python 的文件。好，那执行出来后，你就会得到结果这样子。这主要是 Python 的部分。那下一个的话是比较针对说你都是跑相同的程式，可是我的 input 的参数不同，我只要改 input 参数这种大量的计算的话，我就可以使用这种阵列的 job 去提交。我先准备了一个我的参数列表，就是10、20、30、40、50，然后我这里跑的程式一样是跟刚刚跑的压力测试一样，只是跟他讲说我要跑不同的描述，所以这里就是有个10、20、30、40、50。那我就可以这里设定说我减 array 等于0到4。那这里的话，大 A 小 a 就是分别对应到是我的 array job ID 跟 task job ID。那我这里就有一行跟他讲说，请他去读这个文件的参数，然后帮我放进去里面，然后直接去跑。所以我就一个脚本，然后我跑了5个不同的 job 这样子。那输出结果后就会得到说，像这个是第一个跑的就是用一个 CPU 然后跑10秒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如果说针对就是同样的计算，只是不同的参数的话，可以用阵列的方式使用。那最后一个范例是依赖性的工作范例，这个主要是用在说我第一份工作跑完后，我才要跑第2份工作。可能我要等第一份的工作的参数得到，就是输出结果后，我第2份工作用这个输出结果去跑。那我这里就是先写了2个脚本。第一个的话是我去模拟说，我第一份工作它还正在 processing 的状态，所以我就请他写个 host name， 然后停留个30秒，然后再回传说它已经结束。那他跑完后呢，他接着就要跑第2个脚本。那我第2个脚本一样，就是模拟说他正在分析的结果。那所以我这里就会准备2个工作脚本。那他要执行的方式是用这边有个 SBash 减 dependency 等于，然后这个 after
after OK 这边，然后他就要去读说我第一个 job 的 job ID 是什么，然后再执行第二个脚本。所以他就会等第一个工作跑完后，然后再跑我第二个分析的文件。然后呢，所以我这里也写成一个脚本，然后我就只要去执行这个脚本，然后他就会同时把这2份工作就是进到私人的排程系统。这也是范例，就是我 SH， 然后我这个脚本后，他会告诉我说我的 job ID 是多少。那我在 SQ 我自己的不好意思，我这里写错。我 SQ 自己的账号的话，就会看到说这里有两个 job ID， 然后它一个正在跑，然后一个还正在等待。那它等待的原因就是会写 dependency， 因为它要等它第一份工作跑完后，它才会跑第二份工作。那它输出结果就会像是看到类似旁边这样的，就是我刚刚请他写他的 hostname 出来，然后停30秒，然后他再执行下面的那个分析的部分，这样子。好，那我们的线上的那个说明书的话，在这边。那一样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就请寄到这个 email 给我们。那刚刚严老师也有讲到说，我们每周3的下午2点半会有一个 user meeting，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上面做提问。我还有时间吗？还有要大家看。我想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利用资源，所以我们尽量把想到的可能的范例就提供给大家，那各位可以试试看。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个资料服务的部分为大家说明。那刚刚提到那个user meeting 啊，今天是没有 user meeting，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办这个活动，所以今天是user meeting 是暂停。好。OK， 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一下 storage 还有这个资料传输的部分。那我们主要就分成3个部分，就是 storage 的部分，还有 working space， 还有 examples。那 storage 的部分，首先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主要分成 home space 还有 group working space。workspace 这个部分刚才有讲，就是每个人就是固定是100G 的，这个是不能扩充的。那它的位置就是在 DICOS UI Home， 然后你自己的账号名称下面。那如果你超过100G 的话，就是会登不进去。对。那 Group Working Space 就是你们同一个群组的人会一起共用，在这个位置，它在 Safe Work Group 你的 Group 名字下面。那如果你是 CryoEM Group 的，你的位置就是在上面写的这个位置里。那 Backup Space 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在讲我们磁带部分。那我们磁带部分目前是主要给储存长期就是固定的资料。那目前这个我们目前仅有专案处理，那未来会移转到 CTA 的模式运作。那如果有特别需求，可以再联络我们。对，那就是要备份好自己的资料在这些位置。那我们看一下 storage space 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登进去那个 DICOS 网页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用量用了多少。那上面那个是你的个人用量，就是你的 DICOS UI Home 用量。那下面那个是你的群组用量，就是你们整个群组的用量是多少。对。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个人的空间 DICOS UI Home 的部分。那这个地方主要就是你不要放太多你的那个重要的资料，因为它这个位置呢是相对于 save 的空间，它可能会比较因为它那个结构的问题啊，就是它只要超过
那个超过一个硬碟坏掉，超过一个磁碟坏掉，它就有可能资料会不见了。所以我们主要是把它当做一个暂存的空间。那你如果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资料，我们是建议你可以把 back up your data 到 SafeWork 你的群组里面，对，或者转到你个人的位置，会比较安全。那这个加目录就是你如果要清的话，就是你如果要删掉你的资料，或者是你账号日期截止的，他就把它清掉。对，那也提醒一下，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你的 working space， 你的 working space 主要还是在群组空间可能会好一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群组空间。那我们每个群组就是用免费的用量就是3TB， 对。那这个3TB 是这个群组里面的人一起共同去分享使用的用量。那 PI 会有这个管理权限，所以如果你们用量要提升的话，就是通知你们 PI， 让你们的用量变多。那可以借由下面的旁边写的这个网页，对。那再演，那我们就一样是进入 DICOS 的这一个网页里面，那它会有一个订阅你的 storage 空间。那刚刚有讲说，我们一年是1 TB 是1000元，然后1 TB 如果你用1天算的是3元，所以一年比较划算。对，那下面还有更多的价格资讯，也在 DICOS 的这个网页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你要订阅的话，它会出现 Scribe 就会在你要加购，它就会像这样显示出来。它左边是填的，右边是以年为单位的。好，然后刚刚上一页它是有说 unscribe 嘛，就是取消订阅。什么时候你要取消订阅？你可能觉得你用量可能要减少，比如说你原本我们免费用量是3TB， 那我们升级到了5TB。好，那今天你们可能群组用量没有那么多，那你想要退回来3TB， 这个是 OK 的。可是你可能要先把你的 data 降至3TB， 就是你原本资料夹里面可能有5TB 资料了，你要先把它降到3TB， 你才可以去做这个 unscribe 这个动作，不然它会不让你 unscribe。对。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working space 的部分。那 working space 我们讲 group working space 就在 SafeWork group， 就是我们的群组空间里面。那你如果 IO wait 的时间太长，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就是不太那么顺的，你也可以在 temp 空间，然后来进行工作，然后再把你这个输出的东西移至到你的群组空间。可是就是要记得把它移走，不要存在里面。对。那我们的 working space 呢，我们就是每个 work node 它的规格可能都不太一样。像我们的上面这3个 EDR1、EDR2 还有 Intel G4 就是我的 CPU 的部分。那下面 A100、B100、B6000 就是 GPU 的部分。对。那working space 的部分，像我刚刚说，如果你要把 temp 当成我们的空间，先在那边完成任务之后，你再转移到你的那个群组里面。它的具体流程是这样子，就是你开始你的工作，在我们让他在 temp 先 CD 到 temp 那边，然后让他去工作。
然后工作完呢，它会输出一个 output， 你再 copy data 比较安全，用 copy 的再把它 remove 掉，对，会比 MV 好一点点，对，然后这样任务就是完成了。那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基本指令，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操作到底要怎么操作。那我们会用到的指令主要就是 SSH， 就是我们会用到一些我们要刚刚讲的实任的部分，我们要登录就是用 SSH 到我们实任 UI 的这个网址里面，然后 PWD 就看你当前的范围 ，MV 还有这个就是移动，还有移除，还有你就看资料里面的东西就用 cat。好，那我们第一个范例是在讲说 nktemp 就是你先创造一个档案，它会在 temp 空间里面，它的指令就用 nktemp。那它如果你没有写特别要求的话，它的形式就会就是一坨乱码。对，那下面如果你有写 nktemp， 然后你的 user， 然后资料格式怎么样，它就会长得像下面这个输出结果这样。那后面下面的那2行，它有写一个减低的话，它就是创造一个 temp 的资料 ，temp 里面的资料夹。对。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它是结合我们刚刚讲的，你要用实任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就是 Hello World 嘛，那我们这一个 SH 我们主要是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先创造资料。然后创造完资料呢，我们把 file name 就是取我们他写 on base name temp file， 就是我们最后 temp 下面的这个名字是我们要的这个名字。然后我们把 hello user 这个字串，然后传到这个 temp file 里。host name 我们也传到 temp file 里。那我们用完，因为我们讲说它是用 temp 作为我们的 work node， 所以我们这个 output， 我们需要把这个资料，然后 CP 到我们自己的群组空间里，然后最后再去移除我们 temp 空间里的这个资料。对，所以刚刚讲的是我们这个 SH 的部分。那我们用实任的话，就是用 sbatch 这个指令提交出我们的任务，然后我们任务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移动到将我们 temp 的群组的输出结果移动到自己的群组里面了，所以你就去看你的群组下有没有我们刚刚输出的这个档案。对，那也可以用 cat 来看看说，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是我们指令写出来的要的那个结果。然后刚刚上一个是创资料，那这里就是多了一个减低，它就是创资料夹。然后下面也是一样，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里用了这个资料夹，可以看 Hello World 的我们这个传导位置是到你指定资料夹的 txt。那还有我们的复制还有移除的部分需要减 R， 它才是以资料夹为单位的。对，那一样我们交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看有没有传到我们群组空间的那个指定位置，然后出来结果有没有一样。那刚刚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实际案例操作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那我们资料传输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可以用 SFTP、SCP 还有 FileZilla。那我们用 SFTP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样需要你打 password。我们这里就是 SFTP 到我们的私人 UI 上面，那你需要输入你的 password 还有验证码，然后你才能顺利的连到私人 UI。对，然后如果你要上传资料，你就用 put file，put 你的资料，然后你要下载，你就用 get， 这个是 SFTP 的操作方式。对，那 SCP 呢，就是在这里的指令就是你就是可以跨机器的 CP， 像我们普通 CP 就是 CP 自己的主机的 A 位置到 B 位置嘛，那这里 SCP 就是你可以从自己主机的部分，你就写你要从私人 UI 自己的账号下面的某个位置传到点，就是自己当下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指令出来呢，它一样也是要输入你的 password 还有验证码。对，那如果你是复制资料夹，就是要减个 R。对，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你要把自己当下这个位置的东西复制到那个私人 UI 上面机器的你的资料，你的群组里面那个位置，你也可以你就反过来写，就 SCP 点，然后 username 后面这一串一样，只是你前后反过来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觉得写指令真的是太麻烦了，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叫 FileZilla 的东西。那 FileZilla 呢，它就是左边就是你当下的位置，它有两边嘛，对，左边是你当下的位置，那右边是你远端连接的那个位置。那我们要怎么让左边这个画面呈现呢？首先，我们先进到 File 上面点 Site Manager。那这个 host 的部分，你就填我们要的机器名字。那我们的 port 是22，对。然后 user 呢，你就填一下你的 DICOS 账号名称。那这个东西你要点这个 new site 才会显现出来，对。然后我们右上角左边这个是 general 嘛，右边这个是 transfer setting， 你这里要注意，它要是1，那你再按 connect。OK， 那这个是刚才是我们的基本设定。那我们这里有3种这个验证，因为 2-factor 需要验证，我们有3种方式可以验证。那我自己是比较常用这个手机验证那个 Google Authentication， 那你就选1，然后点完1之后呢，你先输入你的 DICOS password， 就是你自己的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你再输入你的6位数验证码，之后按 OK， 你的右边就会连到你的远端机器了。对，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好，谢谢。要报告的内容，那接下来是讨论的时间。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包含如果对 AMD 介绍的内容，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提出来，有没有？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有几点要提醒大家，我自己整理了一下了，就说我们今天介绍到大家都会讲这个 DICOS 的意思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系统，我们把它叫做 DICOS 啊 ，DICOS， 可能大家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常常会看到。那这个名称我们已经用了10几年了，它最主要就是一个 distributed cloud operating system 嘛，
就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系统，我们把它统称叫 DICOS。比如说有 SLM 啊，有 Web 的界面啊，有 Data Service， 将来可能还会有别的 Service 啊，所以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提供服务的系统叫做 DICOS。那整个 DICOS 的 Access， 你要使用我们的服务，现在都需要 Two Factor， 就说要有双因子认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同仁在介绍的时候，不管你是用 Computing Service 或是 Data Service， 甚至你用那个 FileZilla 这样一个 Web 的界面的工具，都需要双因子认证。那这个目的是提供更安全的使用环境啊，虽然稍微复杂一点啊，比你单纯使用 Username Password， 但是现在已经证明 Username Password 是非常脆弱的，所以都需要这个双因子认证。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那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user， 他可能忽略了他自己需要多大的记忆体空间。那有的时候他一个 job 可能就占掉很大的记忆体，那这样的话，严重的话，它会影响到那一台 server 里面其他的 job 的使用，啊，就等于会影响到我们的 service quality， 啊，你把整个 node 都搞死了。那变成我们能够提供服务的机器就少了，你也会影响到其他 user 的权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介入。我们发现有这样问题的 job， 我们就会把它删掉。当然我们会通知使用者，啊，这个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提供的资源服务都是共享的，那当然必须有一些规则。那如果有人不小心，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影响到我们系统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个障碍排除掉。那这个反过来就是说，希望大家在执行你的 job 的时候，你可能要说明清楚你需要多少 resource， 特别是 memory。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就说我们提供的 memory 可能是全台湾最大的。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就根据院里面科学计算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每一个 CPU core， 我们采购的时候可能就配了8个 GB 的 memory。所以你看到我们的 EDR1、EDR2， 它整个一台 server， 它的 memory 的 size 是 1.5 个 terabyte。那每一个 server 我们现在是2颗 CPU， 一颗 CPU 是96个 core， 等于192个 core， 可以使用 1.5 个 terabyte 的 memory， 所以平均大概是8个 GB。另外一个更极端的状况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 server，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 memory 的时候，你一个 CPU core 就可以使用到 1.5 个 terabyte 的 memory。假设你整个 server 都可以用的话，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科学计算可能有一些老师真的需要这么大的 memory， 但是假设这个 server 里面有很多的 user 在跑不同的 job 的时候，那你用占了很多的 memory， 你变成其他的 job 没有办法跑，所以我们建议你在这个 SLM 的这个 SBatch 的 script 里面，你需要多少 memory 你就讲清楚，这样不会占用，它不会发生意外啊。那反过来，如果你需要特别大的 memory， 那你也要 specify 好。那就单一 job 的它的 performance 的最佳的效能的话，就是你把你的 job 限制在单一的 node 里面是最好的效能。我刚刚讲了，就单一个 node 里面有192个 core， 可以有 1.5 个 terabyte 的 memory。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当初也是因为这个设备采购成本的关系，所以我们跨 node 的 performance 其实不会太好。最好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在一个 node 里面。根据我们的经验统计，2025年我们的 CPU 的 job 有超过60%的 job 其实都是使用不止一个 CPU core，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user 的状况大概是这样。但是我提醒的就是说，最好的效能是在一个 node 里面，所以你如果要使用非常多的 core， 比如说几百个 core， 甚至上千的 core 的话，你最好是验证好，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啊，因为这个它的效能的提升不会是这样等比的啊，所以
与其说你花这么大的心力，你去 submit 一个比如说512甚至1000个 code 的 job 的时候，你最好是验证过这样的效益是够的，不然你可能等了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拿到 CPU， 你又让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把 job 跑完，可是效能的提升并没有那么好，你倒不如你稍微缩小一点，想办法在192个 code 一个 node 里面把你的 job 处理完。那你需要如果非常大的scale 的话，你可能就拆分，拆分成192个 core， 然后可以分散，或者说这样可能会相对的话，就从performance 的效益来讲会好很多。那再来就是刚刚讲到这个group 的 data 的那个目录名称就是 /save/work 再加上 group name。那刚刚提到那个 home directory 的特性，那因为这个系统架构的关系，所以我们 home directory 原则上是不保护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暂存，所以你们重要的资料最好就是移到我刚刚讲这个 group 的这个 directory 里面去。另外一个是这个 tape 的 service， 那因为我们 tape 的空间也有限，大概现在只有10个 petabyte， 我们有一些合作的研究计划，其实它的 data scale 非常大，而且每个月持续不断在收资料，所以我们 tape 现在优先是处理这种大量的 data， 因为它这么大量几个 petabyte 的计划，它不见得很快能够把这些资料都消化完。相对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资料，它可能是短期之内是使用率是非常低的。那这些资料占着这个 disk space， 其实成本也蛮高的，所以我们就优先把这样的计划移到这个 tape library 去。等到我们tape system 的容量够大，我们有更好的管理系统，我们现在在做 migration， 那我们就会逐步开放给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用。那使用的时候也希望是很方便的，对 user 来讲，你要存就是要取吧，那存跟取都可以很方便啊。那这个我们陆续会规划，然后再推出。那这个是我想我们今天的报告我提出的一些提醒，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是需要再说明或者再讨论的啊？那我想所有这些 service 我们在网页上面都有。那我刚刚讲的就是任何问题欢迎随时透过 DICOS Support 这个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或是每个礼拜3下午2点半我们的 user meeting。其他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麻烦你。是，欢迎。使用量要给的很明细吗？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很确定这个 job 会用到多大的机体。我们专家来回答。反正你就是设定是大于你这个 job 要的记忆体，因为如果你的记忆体量不够的话，它会因为 out of memory 把 job 给砍掉。所以就是比方说你大概你的 job 可能用1500 MB 的话，你可能就设个2 GB 的 memory 给它，这样子就多一点点，以防它有一些空间还可以使用，不会 out of memory 把 job 给停止。对。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用过 OpenACC Compiler，然后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支援这个 Compiler 的。我记得有一个是 AOC， 可是我可以再确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写信告诉我们，再把你安装。好，谢谢。我们可以帮忙装了，就是麻烦你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样的 compiler 版本啊？这样，如果各位还要想一想的话，那麻烦各位就说帮我们填一下问卷，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可以进到那个页面，填一下问卷。然后呢，我们今天有准备午餐，那午餐的地点是在7楼的会议室Lunchbox will be served in the meeting room on 7th floor. So after you finish the questionnaire,
如果各位有想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午餐之前，现在可以随时提出来，或者说在待会午餐的时候可以再一起讨论，或是我们 AMD 的朋友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不好意思，采购这边会计划说，就是装 AMD 的 GPU 给使用者使用吗？对，我们目前还没有买。哦，了解。我目前都是我刚刚那个表都是 NVIDIA 的，对的 resource。那我们会评估。那我们刚刚有跟 AMD 一起讨论，就是说医院里面的需求，就是我们优先会考虑就是现有的 CUDA code，它的转移方不方便、正不正确，还有它的效能。这样。那 AMD 他们很努力，有提供一些 tool。是一个是帮忙这样转换，第二个是他们也提供了很多在 AMD GPU 上面可以用的科学计算的 package。了解，所以它的面向会是，就是我对 AMD 的 GPU 不是很了解啊，可是它应该是有面向机器学习跟面向，比如说就是 FP64的这种 GPU， 所以到时候采购会往哪个方向去？对，我们会评估，我们会评估。对，好，谢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测试，了解一下价格，然后了解一下 user。那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对 user 来讲最方便就是这些 AI 的 application，因为它用 Python 啊。那这个在 AMD 的 GPU 上面的 support 也非常完整啊，而且它有双精度 FP64的这个科学计算的 support。了解。对使用者来讲，这个转换的这个问题是最小的，cost 是最低的。有大概的时程吗？还是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 memory 这个成本成长的太高了啊。那国外的评估是成长了500%。所以如果我们今年要采购的话，那我们面临很多这个要牺牲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买个 server， 可能 memory 只能买的少少的。如果现在要买的话，所以我们不断在考虑这个价格，而且还有 CPU 跟 GPU 的比例，所以现在可能没有一个时程。了解。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明年能够有1万个 core， 然后 GPU 也还能够增加这样。好。但是如果现在真的需要 FP64 的这个 double precision 的计算的话，A100 是最好的。A100 的这个 FP64 的效能是最好的。这边 A100 应该就是如果我跨节点，它是 InfiniBand 吗？还是？其实它还不错，它有 NVLink。可是那是单节点里面是 NVLink。那可以跨的话就是 InfiniBand 啊。那它的效率够不够好，可能就要看 application， 或是需要做一些 tuning。对，所以它没有 NV 它家的 switch 了，对，就是跨 node 的没有，因为那个。这又是另外一个那个经费的那应该蛮贵的。对，采购成本的关系，就说我要投资在比较多的 GPU， 还是投资在这个跨 node 的 interconnection 上面。了解。好，谢谢。谢谢你提醒啊。如果大家问卷都填好的话，那我想请各位往7楼移动啊，就用个午餐再回去，或者说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找我们的同仁啊。谢谢大家。所有的资料在今天这个 training 的网页上面 ，Indigo Page 上面都可以拿得到。